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快手公司已于1月14日下午通过港交所的聆讯，计划于2月第一周上市。1月18日开始，快手公司上市保荐人团队将开始分析师路演，随后快手公司将正式进入招股阶段，最快下周即可申请快手打新。打新就是参与股票的发行，也就是 IPO。在 A 股打新一般都是稳赚不赔的生意。A 股上市的公司审核非常严格，上市的名额就是一种稀缺资源，一旦上市基本可以躺赚。那么 A 股打新究竟有多暴利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组新浪财经的数据。从图中可以看出，打新成功后的收益率可达 1500%。那么港美股打新是否也有这么高的收益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组老虎证券的数据。2020年初至今，老虎证券提供16只美股打新，在这些股票中，首日开盘上涨的概率 87.5%， 首日开盘平均涨幅 32.9%， 首日开盘最高涨幅 125%。 可见港美股打新的收益是远远不如 A 股的。主要原因是美股上市采用的是注册制，公司上市的门槛都很低，上市的资格不属于稀缺资源。另外，港美股市场相对成熟，投资人也比较理性。虽然美股打新的收益没有 A 股高，但是 IPO 上涨盈利的概率也高达 87.5%， 日开盘平均涨幅 32.9%， 也不失为一种好的投机手段。今天就和大家聊一聊快手上市的故事。快手如何发展为短视频领域的独角兽？快手赚钱的商业模式有哪些？快手目前面临着哪些问题？快手此次上市值得我们打新购买吗？香港资本市场在美团之后，已经很久没有出现如此备受关注的新经济领域独角兽公司的 IPO 了。快手是全球领先的内容社区和社交平台。根据艾瑞咨询的数据，截至2020年6月30日，全球范围内，快手是以虚拟礼物打赏流水计的全球最大的直播平台，以平均日活跃用户数计算是第二大的短视频平台。快手在上市前的投资者包括腾讯、红杉资本、百度、淡马锡等。腾讯在快手 D 轮、F 轮融资中均有投资，目前持有快手 21.57% 的股份，为快手最大的机构股东。截止2020年6月30日，快手内容库累计包含超过260亿条上传的短视频。快手包括小程序，平均月活跃用户数达到 7.76 亿，平均日活跃用户达到 3.02 亿，平均日活跃用户日均使用时长85分钟。2011年曾在惠普、人人网做软件开发的程一笑创立 GIF 快手，让用户自行创作 GIF 图再传到微博。GIF 快手这个小工具爆火，引来了资本市场首轮200万美元的投资。程一笑的天使投资人五元资本合伙人张飞不仅带来了钱，还从百度凤巢挖来比程一笑大2岁的速滑。2013年，快手正式转型做短视频，程一笑担任首席产品官，全面负责快手产品，速滑担任公司 CEO， 负责公司化运作，由此形成快手的2元核心。快手在2016年4月通过直播开始商业化尝试，结果一鸣惊人。快手直播业务和传统的秀场直播类似，通过打赏分成获得收入，平台抽成比例在 40% 左右。此前在资本市场算不上香饽饽的快手，引发了腾讯的兴趣。2017年3月，腾讯领投快手第一轮融资，联合五元资本、顺为资本、华人文化等为快手送去 3.5 亿美元。而在此之前，快手多轮融资的金额相加仅 2.82 亿美元。2017年，快手收入突破83亿元，直播在总营收占比 95%， 经营利润 6.08 亿元。到年底时，快手主站成为全球最大的单一直播平台。正是在这一年，短视频领域最大的对手已经进入快手业务人员的视线。2017年7月，有员工向速滑等高层做竞品分析，提出字节跳动旗下抖音数据不错，要提防这款产品。抖音于2019年9月上线，与快手从 PC 时代转型不同，抖音是完全基于移动端的应用。分析会后，快手没有反应，
一名接近快手的人士透露，快手在2017年第二季度 DAU 日活用户已达4000万，相比之下，抖音日活只有几百万，似乎不会对快手形成威胁。市场在2017年底悄然发生变化，抖音母公司字节跳动融资20亿美元，投前估值飙升至300亿美元。2018年春节，抖音在大规模营销推动下爆发，日活用户从3000万暴增至7000万。当时在淘宝搜抖音出来的都是抖音里的同款商品，搜快手出来的都是一些直播设备。一位快手员工如此形容抖音的快速崛起。2018年春节过后，媒体上诸多如南抖音北快手的评论，让抖音这个刚上线2年的产品获得了与5年快手齐名的评价。2018年，抖音给出的营收目标是200亿元，而快手则给出了200亿到300亿元的营收目标。抖音是在快手眼皮底下爆发的。一位字节跳动投资人形容2大短视频平台的竞争格局变化，速滑不是没看到竞争，而是没想到速度那么快。2018年3月，快手一轮融资时，腾讯再次现身，这次10几家机构共同拿出10亿美元，成就快手创业7年以来最大一笔融资，快手估值近200亿美元。然而仅仅半年后，字节跳动完成30亿美元的融资，估值从300亿美元飙升至750亿美元。诸多投资人直言，其中近一半估值给到了抖音。此时，快手曾经的营收支柱直播业务增速已经放缓，在主播收入分成等成本不断上升的同时，直播用户的月度付费用户平均由2017年的 52.5 元下降至 45.2 元。速滑成一笑，势需找到下一个增长业务。2018年8月，快手正式切入直播电商，成为在转型短视频进军直播之后，市场认为快手做对的第3件大事。2019年，快手 GMV 商品交易总额由2018年的 0.97 亿元暴增至596亿元。以电商为主的其他业务已向实现收入 2.59 亿元，同比增长11倍。快手电商业务以佣金为收入来源，在平台或者第三方电商平台售出商品，快手通过价格和类型抽取 1% 到 5% 的佣金。2020年上半年，借着居家隔离的红利，快手电商日活破亿，复购率 60%， GMV 飙升至 1096 亿元，营收增长至 8.1 亿元。快手体现电商赚钱能力的货币化率并不高，仅为 0.7%， 这意味着快手对商家的平均抽佣不及 1%。 快手对大部分小商家有扶持政策，抽佣比例较低，后续还会通过其他形式返还。如果参照中国最大的电商平台阿里巴巴的货币化率计算方式，将快手上半年72亿元的广告收入也计入计算整体货币化率的营收中，快手的货币化率则提升至 7.2%， 比阿里巴巴2020财年的货币化率 6.18% 还要高。在招股书中，快手引用第三方数据称，快手是上半年全球第2大直播电商平台，按 GMV 计，其排名仅次于淘宝直播。快手今年 GMV 的目标是2500亿元，体量上紧追淘宝直播，但快手并不想挑起和阿里巴巴的正面战争。快手并不打算成为拼多多或者淘宝，直播电商是为社区做增量。目前快手电商 73% 的交易来自2线城市以下的用户，对接品牌商品的能力有限，而且快手 GMV 仍过度依赖于头部主播。招股书披露，快手的单人单场带货销售额记录仍是王牌主播辛巴在2020年中大促完成的 12.5 亿元。平台10万粉丝以上的商家只占 10%， 66% 的商家粉丝数量少于1万。尽管都是短视频的头部平台，快手和抖音2家的算法逻辑不太一样，造成的结果也明显差异。抖音比较中性化，它的推荐算法是流量为主，哪个视频流量高就重点向用户推荐。另一方面，快手则是去中心化，流量算法亲民，加入了随机流量，新加入的创作者也能偶尔拥有上头条的机会，这使得快手拥有忠实度更高的粉丝，打开了下沉市场。
快手一直试图解决电商过度依赖头部主播的问题，但这其实需要平台的流量分配机制去改变，不然总会有人成为新的头部。速滑找到了京东集团创始人刘强东，1个月内快手和京东合作落地，京东的自营商品可在快手内部直接购买，无需跳转外链。2020年京东618年中大促，快手贡献了 14.2 亿元的支付总额，这一数据已经超过辛巴在快手的带货成绩。而快手的下沉市场流量正是京东特价版和社交电商惊喜所需。一名京东的内部人士透露，今年双11快手流量已经向惊喜切换，部分自有品牌惊喜店铺的 GMV 突破了100万元。除了商品库逐步在打通、客服、物流等端口的接入，未来也会解决。快手结盟京东，一举扩大了商品资源。抖音则走上了全面自建商品库的道路。此前抖音一直是通过短视频里的小黄车外链接入商品，用户形成了在抖音打广告、去天猫搜索完成交易的习惯。阿里也和抖音抢夺品牌广告主的广告费，这都推动了抖音电商独立发展的节奏。6月，抖音成立电商部门，不到3个月后，字节跳动通过接盘武汉合众易宝取得支付牌照，交易闭环打通在望。11月又申请下抖音电商商标，支付牌照已解决。抖音在10月一举切断了直播间里淘宝、拼多多、京东等电商平台的外链，并提高了第三方外链的佣金，自建商品库的野心一览无余。对于合作伙伴来讲，快手一直是相对比较忠诚的一个角色。就在抖音宣布断外链之后，快手电商营运负责人百家乐立刻表态，相比比较成熟的大电商平台，快手电商在整体供给水平上还处于幼儿园阶段，并称快手自建分销库并不意味着快手电商与其他平台转为竞争关系。与字节跳动多轮融资强调自己的国际化成绩不同，快手披露招股书有意回避了这一敏感议题。今年以来，印度、北美相继发起对中国出海应用的禁令。印度从8月至今，封禁的应用范围陆续扩大，中国应用几乎全军覆没。与张一鸣用 TikTok 在海外同步复制抖音的成功不同，快手的海外应用扩张采用的是多应用阵列，相互补位甚至赛马。快手旗下的海外短视频 App 就有数款。快手在美国、印度、新加坡、印尼以及巴西的26座城市设有办公室。根据权责划分，快手出海，速滑是第一负责人。不过快手一直未能公布过系统的国际化思路。一名曾在字节跳动和快手都任职过的前员工说，快手在海外整体上是做尝试，战略上的指示都不是很坚定。曾有员工在季度交流会上询问快手在海外是否要像在国内一样打下沉市场，速滑和陈一笑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2018年前后，正值快手着手思考多渠道变现时，有员工透露，国内业务因此消耗了监管商业化的速滑很大一部分精力，导致它相对忽视了国际化。另一方面，快手上市路演期间，快手平台最大主播辛巴因销售假燕窝事件而被处罚。投资者对于快手和大主播辛巴捆绑太深，担心辛巴可能会给快手平台带来潜在的风险。快手管理层的回复是，辛巴等多个大主播贡献了快手约 10% 的电商收入。更重要的是，就12月的数据来说，剔除掉辛巴等大主播的销售部分，快手整体的销售总额是在增长的。这或许可以理解为，辛巴实际上为快手销售总额的贡献并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大。快手在招股书中将电商业务和游戏等归为一类，这一类的收入截至2020年6月30日为 8.09 亿元，占总收入的 3.2%。招股书显示，快手于2018年开始做电商业务，收入主要来自于交易佣金，该板块增长迅猛，截至2020年6月30日，快手的电商交易总额为 1096 亿元。目前快手也面临一些发展中的问题。快手明明是一家像腾讯的公司，内部是有山头的，但却要学阿里轮岗，希望打破山头。一位互联网高管猎头人士分析快手人事变动的时候说，字节的文化是人再厉害都是给机器打工，
虽然让一些人不舒服，但高薪能请到人。快手请人都得先明确你得跟着谁，要成为谁的人。在快手，管理和人事任免到底遵循什么原则？招股书显示，速滑和陈一笑管辖范围存在一定的重合。新业务孵化方面，速滑积极参与，陈一笑则负责领导。官方特别在陈一笑所领导的新业务后注明电商及网络游戏。此外，两者均负责快手的战略投资及收购。招股书上，快手的高管团队包括首席执行官速滑、首席产品官陈一笑、首席财务官钟义奇、快手首席技术官陈定佳。此外，快手设有经管委，负责决策人事变动这类大事，但具体决策过程普通员工无从知晓。然而，快手的广告数据却不完全取决于速滑。陈一笑作为产品的第一负责人，掌握着快手的流量阀门。一名接近快手的人士说，商业化和流量分配如果在一个人手里是可以评估的，但快手这两块不在一处，就会产生一定的内耗。快手的优势在于其直播电商，抖音的优势是其品牌和流量变现的能力，两者谁会胜出还是一个未知数。国内短视频行业在很长的时间内仍然会是快手、抖音双寡头的局面。此次快手抢先抖音上市，预计仍会受到资本市场的追捧，不失为一个好的打进机会。如果你还没有港股账户，可以点击视频下方的注册链接，5分钟之内就可以方便的注册一个老虎证券的账户。目前老虎证券也有开户入金的活动，大家可以了解一下。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内容，喜欢的话欢迎点赞订阅。如果大家有什么想法或者建议，也欢迎在下面视频留言，这样说不定可以帮到更多的人。那我们下期再见。